有请歌单很神秘的广智。大家好，我是广智啊。本来今天其实还挺紧张的，但是看到观众呢，连张老师都夸帅，你看，应该是遇到最包容的观众了。现在很放松啊。可以了，你们的帅一点含金量都没有，谁都夸。这一期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是叫什么音乐专场。但其实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之前录过一次说唱专场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我们暗讽说唱不算音乐？这里我澄清一下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是说唱不算音乐，但也不是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音乐的意思啊。梁元搜了一下简介，身份很多，前音乐娱乐集团总监。乐评人、书法研究者、音乐 UP 主，就这几个身份你细听，除了第一个总监我当不上，其他的几个一下午就能注册完。有时间就能当上，很明显梁元有大把的时间，这也从侧面证明他那个总监不是什么正经总监，哪有这么闲的总监啊？都不如我们小区门口的托尼总监忙。开玩笑，他那个乐评人的身份是真的啊。这句最好笑。对音乐的点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啊，至少很有范儿啊。音乐节目里面，白小白唱完之后，梁元直接问白小白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白小白直接回怼，我都不想听。你这么说就整的提问的人很尬，你知道？就有多尴尬呢？你能想象吗？相当于是梁元起了个大范儿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白小白对着梁元哐哐哐打了一梭子，你赌对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不对，这可还行。今天看到他俩同时出现呢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终于可以当面吐槽短视频热歌音乐性差土。坏消息是，这些歌我都特别喜欢。尤其是白小白，我可太喜欢了。都说他的歌词空洞，瞎说，我怎么就看感动了呢？不是，你们听听这歌词，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这哪是歌词呀？这不是诗吗？这哪是白小白？这不小李白吗？李白，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你看，我就说在座的不全算音乐吧。者来女啊，我上次听到姓者的是者行孙，名字跟妆造都充满异域风情，但其实他是汉族，本名曹雨涵。曹雨涵2010年参加过第14届 CCTV 青年歌手大赛，演唱了一首《红颜一怒》，斩获85.690分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拿了第90名。这一怒气儿到现在都没消。为了摆脱这份屈辱呢，曹雨涵红颜一怒之下把名给改了。歌唱的一般啊，但是网友对者来女的审美还是非常认可的。有人看过她的歌单，评价说者来女还是非常有审美的，很有艺术的野心，只不过野心远超她的实际能力。我是头一回听说凭借野心在节目里立足的。华语乐坛有歌唱家、作曲家，者来女华语乐坛最伟大的野心家。野心家，自己听好歌，给我们听的是啥呀？野心勃勃的，良心坏坏的。
西林那一高，我说还能这么起名字？西林那一高，怎么把身体特征写名字上了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应该叫何广智帅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西林那一高呢，是一个偶像团体里的实力唱将。就怎么说，就这个称呼，它就相当于是脱口秀演员里的帅哥。就是偶像团体的实力我不太懂，但是脱口秀演员里的帅哥怎么说呢？就一普通人。腾格尔老师啊，地位非常高，但是属于年轻一辈，你不看履历不知道有多厉害的。我就好奇，就是为什么只有一首歌却能在华语乐坛有一席之地？后来我分析，是因为他的形象太鲜明了，他就是草原的代名词。你想一下，提到草原，你能想到啥？蒙古包、烤全羊，下边就是腾格尔了，就这么无可替代。腾格尔老师那个早些年特别爱喝酒，开过不少店，他先后开过4家腾家酒楼，都亏钱了，但他并不在意。他说开酒楼不为了盈利，主要是为了跟朋友们能有一个固定喝酒的地方。很明显，腾老师在草原里待太久了，都不知道租个房。而且腾老师呢特别爱送朋友东西，今天来呢给我们都带了礼物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礼尚往来。腾老师，等会儿我也会送您东西。腾老师，等会儿您结束的时候，我送您上车。孙楠老师啊，汪涵的贵人。这次说请孙楠的时候，我说你们请汪涵了吗？就请孙楠。张老师听说孙楠要来，都不敢来主持了，属于知难而退。现在属于迎难而上。张老师主要是担心说，哎呀，孙楠老师要是不爱开玩笑怎么办？不是张老师，他都直播退赛了，他像不爱开玩笑的人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对孙楠老师非常狭隘的第一印象啊。后来我是通过了解才知道，就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，大为震惊。就是孙楠老师从小的梦想并不是当歌手，他的梦想是当工人。他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，真假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当时没考上大学也是这么说的。孙楠老师就是会说话呢，直播退赛的时候说的是我要把机会留给弟弟妹妹们，你听听。我只知道他唱的好听，没想到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脱口秀的比赛我比到第5年才拿到冠军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我前4年不够优秀呢，今天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前4年我一直在给弟弟妹妹们机会。浩哥啊，我的好兄弟，终于有机会一块儿上主咖了啊，特别开心。其实当时浩哥最落魄的时候，在我家借住过3个月。其实他当时刚没房子住，就发了个朋友圈，我没点赞，我怕他找上我。但他最后还是拎着大包小包堵到我家门口，我知道躲不过去了。这时候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假装不知道这回事。我在那演，我说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住不提前告诉我？为什么专场卖不动票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没有钱不跟我借？为什么是你？浩哥，我等会儿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广智。有请不是主咖，仅仅是朋友的腾格尔。大家好，我是腾格尔。我要开始了，赛闹。开个玩笑，其实来这儿我很紧张，
我不擅长脱口秀，我嘴笨。我会唱歌，但讲普通话我会跑调。我是内蒙古人，我的名字就是蒙古语，腾格尔是蓝天的意思，对，就是你们听到的蓝蓝的天空。你们以为天堂是写给老家的，其实是写给老几的。爱你老几。这2年，大家知道我不只有天堂，我还翻唱了好多歌，大家都听过吧？听过。钢铁的翅膀，哒哒哒哒；草原日不落，哒哒哒哒；雪老虎叫，父爱循环。我的二创，把很多人创飞了。其实是张韶涵先动的手，是他先翻唱了我的《天堂》。网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若毁我整个天堂，我必折你隐形翅膀。你们小心点啊！今天谁吐槽我，我就把他的代表作给翻唱了。太可怕了。吓你们的，你们哪有代表作啊？不想人家孙楠，南哥，人家代表作可多了。最出名的代表作，就是歌手总决赛表演的那首《逃跑计划》。我觉得孙楠的歌串起来，就是那天节目组的心情。本来跟他说好了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后来对他大喊：“你快回来！”最后急的汪涵说：“我拿什么拯救？”南哥的歌真好，你还退赛？你不唱，有的是人唱啊。我的歌就很难唱。有人说天堂只有我能唱，我本来也不相信，直到我听到了胡海泉唱，确实翻唱的。哎呀，那个唱的呀，差点给我送天堂去了。他自己 Q 了，自己他自己 Q 了。说实在的，听完有点生气，我也想对他的歌下手，结果发现最近他也不怎么唱歌了，听说在做生意。生意我也做过，搞过餐饮，做内蒙古菜，黄了。我这个生意头脑不行，当时不知道牛羊肉能做预制菜。我不开窍，我跟不上时代。现在不仅菜能预制了，歌都能预制了。白小白，年纪轻轻500首歌，
口齿听这么慢，年轻人太偏了，写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歌只要够好，一辈子一首就行了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白小白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毕竟他说我是他的偶像，而且已经有人说过他了。梁元儿追着他说了5年。白小白，梁元儿真是你的孽缘。为啥？我看过梁元儿的片段，到处点评别人。不管别人唱的怎么样，他都能叽里咕噜说一堆。不得不说，梁远的应变能力是真强，在我心里仅次于汪涵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挺支持梁元这些乐评人，他们顶在前面装老登，招人烦，就没人烦我们这些真老登了。总得有人说真话吧，总得有人为乐坛发声吧，总得有人批评这些年轻的偶像吧。反正我对梁元没什么意见，他也批评不到我，我是个老头，可不是什么小鬼。这来女，我是第一次见，他们跟我介绍说他唱过黑神话。为什么要黑神话？明明是美丽的神话。解开我，啦啦啦啦啦。南哥的歌真好听，怎么又到我这儿了？你黑他干什么呀？黑神话这么来的？其实，哲来女跟我挺有缘分的，她跟我都上过歌手，她跟我都唱过《孤勇者》。她评价自己的音乐是清水炖羊肉，不用加任何调料。你的音乐我不评论，但是你跟我这个那么个汉子提起羊肉，那我可忍不了了。清水炖羊肉，你不得蘸料吗？啊？你不蘸吗？蘸吗？蘸呀！一最卑微的梦，蘸吗？蘸呀！太魔性了，太抽象了。你要问蘸什么？那当然的是海天金标蚝油，肉粒烹饪好搭档，鲜浓入味儿，烤肉香，腌肉嫩。我拿什么蘸肉？海天金标蚝油。我说我的商务输给谁了？南哥的歌真好，真好用啊！西林哪里高？西里哪里高？西里哪里高？跟我一样是少数民族，
维语意思是甜蜜的月亮。甜蜜的月亮，那不就是月饼吗？月饼糕。听说他是伯克利毕业的，挺好。反正我心中最好的学校是天津音乐学院，因为培养出了腾格尔。都说我翻唱什么都变成了我的歌，但我觉得翻唱就得有自己的东西，有改编，有创新，才是好的翻唱，不然就是模仿秀啊。年轻人爱听我的翻唱，那正常。我理解年轻人，因为我也年轻过。腾叔，我当年也是酷酷的腾。这都能连上。年轻人还愿意听音乐就挺好，音乐听谁的，应该让听众自己选择。我就不指手画脚，我还是手舞足蹈吧。我看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在跳我们蒙古族的抖肩舞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？就是那个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腾格尔。有请令人想听的胡海泉。大家好，我是全胡海泉。今天呢是这个音乐场哈，我以前其实来过这儿哈，那会儿呢脱口秀那真的是如日中天啊。结果这2年呢，你看人家帮帮叫两拳多火，是吧？没事儿，今天我到这儿也算是来了一拳，你们的拳来了。来，隔空给我一个元首，来，OK， 今天现场咖不大，人还挺多啊。6个歌手，1个乐评人，有搞音乐的，有搞音乐的啊。搞音。然后呢，我们南哥和滕老师再加上我呢，我们仨唱的那些大家熟悉的歌呢，比其他嘉宾年纪都大。算得上是3棵常青树了啊！如果我们再凑2棵，咱们就5棵松，直接开演唱会，对吧？其实这几年呢，我到处上音综哈，然后唱了好多的那种新歌哈，但是呢，音乐上呢，大家呀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最美呀、奔跑啊，哪还有最美呀？现在就我四处奔跑吗？其实啊，我刚才说了啊，很多人呢说我那歌老哈，我那歌老吗？我1998年写的歌，那一年我妹希林刚出生，你们是说她老吗？对吧？但是我确实现在不太年轻了哈，这个最近稍微奔跑2下，然后就点深呼吸，然后这个稍不注意呢，就得去医院拯救一下啊，搞不好呢就直接奔天堂了。但是咱们腾格尔老师真的厉害。酷酷的腾，唱什么歌都能唱出腾式的感觉，而且他自己的歌也真的有特色。就是我特别好奇，咱们腾老师当时录音的时候是怎么录的那个歌啊？就是那个冷冷的天空，静静的湖水，这录的时候是不是踩电门了？而且还是那种电压特别不稳那种。从音乐类型上来讲，您这个属于民族电音。其实这个有点瞎说啊，我是在模仿乐评人，啊，梁元，你们平常是不是也这么工作的哈？就是说人家白小白，说人家是什么下沉音乐，
我跟你讲，我就特别不爱听这个下沉音乐这个词儿。你大大方方承认人家受欢迎有那么难吗？对，上亿的播放量啊！下沉，那相比之下，我最近这2年也太高高在上了吧？我就特别羡慕他啊！我本来是干流行音乐的，现在愣是给干成了冷重小门音乐，冷门小众，冷头小门非要当主持人，非要不如你，让你给高兴上了。但是我现在还是每年坚持出一张新专辑啊，因为我相信呢，只要坚持，肯定能等到幸运和有缘人。就像今天，那哥们儿冷笑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今天回去现场，肯定有人啊不小心忍不住去搜我的专辑，而且那些忍不住搜专辑的人，肯定不小心能把那个想听点成播放的。扪心自问啊，你们就真的不想听听令人想听的音乐吗？小听。还说乐评人啊，人家乐评人啊，起码是听歌的哈，就是跟我们歌手是共生的。就我们不出歌，你怎么听歌啊？然后你不听歌，你怎么评价我啊？对吧，梁元？这个我这次来，我觉得你应该不知道怎么评价我。不让我考考你啊，维也纳的冬天和软饭不配菜，哪一首是我写的，哪一首是白小白写的？其实特别简单，软饭不配菜这么接地气的歌名，那一听的就是我的歌啊。对，好了，说了白小白厉害，人家真是坚持过来的啊，同一首歌能坚持出7个 DJ 版。然后就出了500多首歌，2300多万人点了想听。我想对那2300多万的朋友说，扪心自问一下，你们是真的想听吗？我宁愿相信这2300万人都是不小心点的。开玩笑啊！来说说我妹啊，西林，我们真的很熟。然后之前我们俩还合唱过一个破圈的歌，叫这个《唯一》。真的非常优秀，连续4次登上春晚舞台。而且我们有一次啊，在录节目后台哈，他亲口跟我说啊，他儿时学会的第一首哼唱的歌就是我写的《最美》。哎，懂音乐，更懂人情世故。我妹西林娜依实在高。沈莱妮老师。我见过的最纯粹的音乐人，不假唱，不怯场，也不修音，但也不保证好听。如果我是你的制作人，我也会这么干哈，就是把你那个长处啊变得特别特别长，然后把那个弱点呢包装成特点啊。之前你在那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台下听笑了啊，其实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你特别幽默。今天看到你在这儿。很为你开心，因为人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。我叫了30年的南哥啊，南哥孙楠。我之前说啊，白小白是孙楠的接班人，只有南哥这种行业里面有口皆碑、高风亮节的人才需要接班人。南哥呢，在行业里面那真的是没得说啊。当年退赛，说是给弟弟妹妹们机会，那我现在就问问你们，大家记住哪个弟弟妹妹拿冠军了？还是记住他退赛了，对吗？但最后那届冠军也确实是他妹妹，1971年出生的韩红妹妹。这事办的高风亮节，点个赞啊！好了，做个总结哈。哎呀，做了音乐这么多年哈，其实就是2个字：坚持。你看啊，南哥还在飙高音
我们滕老师还在搞抽象，我每年呢也还在写新专辑，哎，但最重要的是呢，哎，我们几个都非常坚持的总唱那几首歌，因为大家哎呀，就是还在坚持想听那几首歌。不过我最后呢，还是跟所有在音乐路上的朋友说不要害怕冷门，不要焦虑流量，你写的每一个音符，唱的每一句歌词，都是在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属于你自己的声音。就像我一直坚持的那样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听，我就有理由继续唱下去，哪怕还是那一首。你在我眼中是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发脾气时撅起的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你们的全爱胡海镇。有请声音极有穿透力的浙来女。Everybody, hands up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浙来女，也是曹孟非、曹雨涵，当然网友叫我李翠霞。歌手播出以后呢，网友给我来了一个身世大揭秘，说我是波斯帝国的圣女，紫山龙王戴启思，也有人说我是《西游记》里的毗蓝婆菩萨。当然，孙悟空和网友都喊我老鸡婆，也挺好的嘛，都有一种神性在。就像网友形容我的音乐，神神叨叨的。我哪里神叨了？宝贝们，这儿才是神叨。当然，今天来到这儿呢，显得我也没有那么神叨了。既不像腾格尔、孙楠、胡海泉老师那么神，也不如白小白、梁元老师那么能叨叨。我今天呢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仙儿。我个人呢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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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腾格尔老师，他的成名曲《天堂》给了我住的地方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腾格尔老师唱得太好了，动人心弦。你们不觉得他很性感吗？什么？腾格尔老师唱歌就是要我的命，腾格尔老师就是我的王心凌，爱你。孙楠老师真淘气，随便就退赛啊！但他虽然是15年退赛，24年他也去参加歌手救场了呀。别人呢带着新歌就过去了，他呢带着新歌的双眼皮儿就过去了。他真是开个玩笑，孙楠老师。孙楠老师说不是歌的，我觉得也不是。他就是年纪上去了，那个眼皮儿下来了。孙楠老师的双眼皮儿，岁月如歌。梁元老师，一位自封的乐评人，学的是旅游管理，但居然能在音综评价歌手。他认为我唱歌没有展现民族音色，适合做幕后。你都在台前了，我凭啥去幕后呀？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，那现在我也有一个认为，
我认为你适合当导游。其实当导游也挺好的哈。吴克群就说过，好的乐评人就应该像导游一样，带着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音乐嘛。但是很难想象像梁元老师做导游是什么样的。他肯定会说，各位游客，今儿大家都白来了哈。今天我们的游览的都是些下沉景区。虽然这里有7700多万人游览过，但是这里空气差，风景丑，人文素质低，500多个建筑都像从一个眸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，建筑材料也单一，就是土。游客问他，梁老师，那看点好看的呗。他还得说，不行，这里风景有批评才有进步。梁元老师恨你哟。白小白，说实话，我对你挺无感的，因为我都不认识你。但是听说你不喜欢梁元，嘿，我就来感觉了。宝贝儿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觉得你的土歌挺好的。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上歌曲，无论朝夕。这首歌词写得真好，适合我唱给腾格尔老师。胡海泉老师特别好，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大男孩。我呢都是偷偷的在他朋友圈给他点赞。我知道海泉老师也很喜欢我，因为在歌手的后台，他听我唱歌都偷偷的笑。喜欢，真喜欢，真喜欢，真喜欢。果然，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对吧？我在上面唱，他在下面笑。梁元老师在旁边呱呱叫。海泉哥也爱你哦。我的粉丝呢，大家都知道叫折耳根，是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叫折。很多人好奇我以前的粉丝叫什么，不好意思，以前没有粉丝。其实呢，歌手录制准备的时间特别短，虽然我呢尽力去准备了，但肯定和那些几十年有丰富经验的歌手相比呢有所不足。但没有关系，我会一直努力唱，唱到大家把手都放下来为止。这有什么呢？人有瑕疵才性感。有瑕疵才是我们真实的普通人。我们普通人不就是要强、努力、瑕疵多？当然，我不仅是个普通人，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仙儿。Lady 啊 ，La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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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累不累？不累再来一遍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折来女。让我们掌声欢迎没有海的梁远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元啊，观众真热情。我参加过这么多的综艺录制，这是唯一一个台下真的欢迎我的。这我
我能感受到。一般都是这样。大家欢迎著名乐评人梁尔老师，底下观众。好，我找到那个熟悉的环境了啊！来到这个节目，我特别的高兴。以前啊，都得听完歌才能喷，每次还得忍个3-5分钟的。现在终于不用听歌了，我直接喷。开玩笑啊！我本来都不想来，但是节目请了白小白，那我怕他吐槽我还不了嘴啊，所以我得参加，我这叫防御性参加啊，我不能让白小白白来，对吧？我来这儿还有一个原因啊，是因为这是张绍刚老师的这个暗箱操作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节目一直挤兑他，挤兑好几年了，啊，张绍刚老师就怒了。就急了，说这么大一个娱乐圈，你们就找不着一个比我还讨厌的人吗？于是节目组就找我了，说这个张绍刚开心了。刚才后台我们俩还打招呼，绍刚老师说：“您可真是我的天赐良缘啊！”腾格老师啊，他采访的时候说他挺赞同我的观点。我是觉得呀，您赞同我，您倒是好好的上台唱歌呀。您不能，您对我的观点 say yes， 您一上台 say no。腾格老师吧，成天翻唱。他这个翻唱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就是用那个雷鬼的节奏。加上他那个粗犷的嗓音，大家马上就把原唱忘了。你什么成名曲都会变成腾格尔的再成名曲。白，你不是说现在歌不好推吗？我觉得你就等你的歌啊，让腾格尔老师翻唱，你的歌就火了。你也跟你公司说，以后你们就别买推广了，你就花钱买腾格尔。现在的很多人啊，都翻唱，理解，啊，好听的歌啊，人都爱唱，啊，你像什么《隐形的翅膀》腾格尔版，啊，《无名的人》孙楠版，不好听的歌吧，他都没人愿意翻唱，比如什么呢？比如这个《最美婚礼 DJ 2026版》。海泉哥，啊，网友说海泉哥呀，这些年不好好做音乐了，天天喝酒，机能严重下降，胡吃海喝全完了。这可是网友说的啊，这是网友啊。但是我觉得吧，这话也太难听了，对吧？每个歌手他都有不同的音色嘛，对吧？你看腾格尔老师，豪迈型，啊，孙楠老师高亢型。海泉老师，酱香型。啊，一个歌手一般通过自己的声乐训练呀，能唱3个8度，好一点的呢，能唱4个8度。咱海泉哥48度，53度，他还能喝一瓶儿。采访问他演唱会的事儿吧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演唱会卖座肯定是没啥问题，因为他也没有多少座嘛。”还挺谦虚，对吧？他这策略我是了解的。前几年他开工体，啊，这几年开 live house， 过几年呢就去 KTV 唱。KTV 挺好，适合海泉哥，那边从8度到48度都有。下声。现在网友啊吐槽咱南哥，说他唱歌的风格是 lay back， 经常掉拍儿。他这个唱法呢叫让2追3型的唱法，在舞台上显得非常的狡猾。一场演出呢，给那鼓手啊吓够呛。他是这样的，哎，突然掉，拍了又回来了啊，就这种
掉了又回来，回来啊又掉啊，特别就像南哥这几年在华语乐坛的这种热度。者来女，网友说您是这个低配版的龚丽娜，我觉得呀，这个说法不严谨。严谨的说，者来女啊，原来确实是龚丽娜合唱团的一员，不过这就是全部了。特别像什么呢？特别像龚丽娜老师的一根猴毛。网友说她本名呢叫李翠霞，刚才她辟谣了。我要叫李翠霞，我也得辟谣啊。那李翠霞是歌手吗？那不是白小白粉丝吗？我甚至感觉李翠霞的老公就叫张绍刚。但事实是什么呢？事实是者来老师呢确实换过好几次名儿，曹美菲不火呢就换这曹雨涵，曹雨涵不火呢就换者来女。者来女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下次直接叫成龙，改名字就是你的这生存逻辑。唱流行乐不火，就说自己唱的是听众少的民族音乐，啊，嫌民族乐不洋气，就说自己唱的是世界音乐。你怎么神秘，怎么让人听不懂就怎么来呗。其实吧，你听不懂就对了。你们要真听懂了呀，像我一样，你会发现难听。你管自己叫河西走廊天籁，你真会给自己贴金啊！你看这种有文化的地方，就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辽阔、遥远、高雅。那你要改叫浦东新区天籁呢，给人感觉是什么呀？街心花园扰民。还有就是，我希望每一个唱民族融合音乐风格的人啊，不要再宣传自己唱的风格是世界音乐，因为这个概念啊，是欧美人对他们自己不了解的民族音乐的简称。我们中国人做的民族音乐啊，可以大大方方的就叫中国民族音乐，不用改名，对吧？白小白啊，踩到我呀，没说我呢。白小白这个人的歌呢，非常的大众化。啊，平民化，这跟他的名字也相得益彰。你听他这名字白小白，像什么呢？就跟个洗衣液似的。啊，你等着。者来女有首歌叫《屁》，我觉得这名字呀应该给白小白，它比较贴合。一旦有人在公共场合啊放了他的歌，都不好意思承认。这节目不给麦克风啊！这节目，他怼不回去。哎，能闭你麦真好。哎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脱口秀的舞台就是比音综公平。你最不公平。说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，那我也是老百姓啊，对吧？作为一个乐评人，我的年度单曲是什么呢？是宝宝巴士的《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》。哎，你们都会唱，也是你们年度单曲是不是？其实我在节目里问白小白啊，你的歌能引领你的听众去哪儿干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问题也不难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看我常听这些歌，能引领观众自己上厕所。当然了，白小白的引领还是很重要的，他给我引领了7700万人的差评。我现在对白小白的态度啊也改变了，我以前看不起白小白，被7700万人骂过以后吧，我现在啊对不起白小白。我觉得挺好，对吧？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发热，
只不过我们碰上了互相不理解，我不理解白小白，白小白不理解乐评人，汪涵也不理解孙楠，张韶涵当然也理解不了腾格尔。最后说说乐评人，大家老说我硬蹭，我老挨骂，其实啊，我就是一内娱清道夫啊，长得丑，皮厚啊，吃鱼缸里的废料和垃圾。我好心清理鱼缸吧，还被骂。吃完废料告诉大家没营养，这东西不干净，别吃。可是吧，也没用，大家态度都是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然后还给我来一句：“我爱吃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哎，对待我们的态度啊，也和对待清道夫一样。希望我们这些外来物种啊，早点滚出鱼缸。但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听别人的话再难听，我每天还是得趴在鱼缸底下，翻个白眼儿，看着鱼缸上面，在那儿念叨：“那鱼现在怎么样了？”虽然我在经历这些吧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音乐作品不可能每首都好，乐坛也不应该只有一种赞美的声音，对吧？这些话应该有乐评人讲出来。最后不讲虚的，作为一个乐评人，实实在在给大家推荐一张专辑。在我每次听完那些粗制滥造的音乐后吧，我都会用这张专辑来放空我自己，让自己找到纯真的美好。啊，这张专辑是什么呢？是宝宝巴士经典儿歌200首。希望以后的日子大家能够自己上厕所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元。掌声欢迎歌土人有劲儿的白小白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小白啊。你们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是这首歌曲你们一定听过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哎，这首歌曲应该在你们婚礼吃席的时候都听过啊。这首前奏一响，你们就知道该动筷子了啊。啊，对啊！我唱到这儿，我还有点饿了啊。有些人呐，就因为这一首作品，就把我诓死了，说我是婚庆歌手。其实我作品老多了，像什么《最美分离》，最后我们没在一起。你们从恋爱到结婚，万一再离婚，你都得找我，你知道吧？就你的爱人可能会离开你，我的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好收。梁元老师，来吧，来吧。我走到哪儿你追到哪儿？你是我私生乐评人吗？梁元说短视频的歌土啊，他听的歌都是黑胶唱片，高雅。我就想问问，我要是把短视频的歌做成黑胶，你说这张黑胶是高雅还是低俗？我要是把黑胶的歌发成短视频，你说这首歌是低俗还是高雅？回答我！疯了！他家有2万多张黑胶唱片，据说还收录了清朝时期的音乐。那怎么的，梁元？
老佛爷带着文武百官探索音乐世界了啊！回答我！气死我了！啊，西林，我俩都被梁元点评过，但是我有点挑你理啊，因为梁元说小鬼的时候，你站起来帮他说话了。我挨骂的时候，你一句话都没说。真的，他说啊，我跟小鬼是同龄人，我懂他。那我呢？咱俩就差4岁呀。其实，我也只是一只小鬼呀。你说你一句同龄人就把我撇清了，你心里那一高啊！啊，其实梁元老师说话是不好听，但是我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就是为了华语乐坛更好嘛，啊，不然他总不能纯是为了吐槽我和希林娜依吧？梁元老师这境界，这比希林娜依高还高。好。其实我建议你这情商多学学海泉哥，海泉哥的情商高。曾经我俩录节目的时候，他就说过啊，白小白虽然看上去年轻，但是一点都不像刚毕业的大学生。看人多准，我就没上过大学，我上哪毕业去？多准。其实海帅哥也曾经说我唱歌像南哥，哎，给我吓坏了，我何德何能啊，敢像南哥呀？直到有一位乐评人说那个，南哥唱歌啊，风格固化，只爱炫技，江郎才尽。我一听，我像。像，开玩笑，南哥肯定是华语乐坛的标杆，对吧？啊，那华语乐坛如果说出2位代表性人物，一男一女，那肯定是孙楠、韩红。不对，还有刘欢和那英，还有周杰伦和蔡依林呢。哎，不对，把腾格尔老师落下了。不能再算了啊！再算一会儿，我和葛莱女也算进去了。葛莱女，听说您是做世界音乐的，我寻思那玩意儿我能听懂吗？我听听吗？我听他一首歌叫《侠客行》，哎，那首歌词我给你念一念啊：一心静啊，哥俩好啊，五魁首啊，666啊。这哪是世界的，这不就国内的吗？当年我在酒吧驻唱的时候，净唱这个了。哎，还有一首歌你记不记得了？哪个？3个5啊，4个6啊，开呀！腾格尔老师，我的偶像。我在酒吧驻唱那会儿，那些大哥点的最多的歌就是腾格尔的歌，啊，刚开始我还不会唱，我寻思我学学吧，费了好大劲才学会腾格尔的歌，结果学会了腾格尔，腾格尔开始学猫叫去了。腾格尔老师，猫叫您都学了，我的歌您就不能学一学吗？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哎呀，不能再唱了啊！听着好像老丈人不太同意我俩在一起。你先笑完啊！广志啊。他曾经在段子里说过，因为自己的音乐品味焦虑过，不敢让身边的朋友看他的歌单，怕让人笑话。我一寻思，听啥歌能这么丢人呢？后来我在后台一看，全是我的歌。其实广志你多心了，你只是我7763.1万粉丝当中平平无奇的一员。你真不用为了这点小事内耗，知道吧？
哎，以后你就堂堂正正做人，大大方方听我的歌，喜欢我你无需自卑。我觉得听个歌吧，自己舒服得劲儿不就行了吗？音乐不能粗暴的认为这高级呀、低级呀来区分。你看很多像广志这样的年轻人都不敢听我的歌了，也不敢喜欢我了。你照这么算的话，我的粉丝都不止7700多万。我看梁人越来越来气，现在我说着说着我就来气。很多人说我歌土，我都忘了谁说，都说好像。说我的歌在夜市放，在酒吧放。其实我的歌出现在这些地方，那就对了，那就是我音乐人生开始的地方。音乐应该人人都能听，人人都爱听的娱乐方式，不应该是用来彰显个人品味、贬低他人审美的一个工具，对不？啥是好歌啊？我觉得只要你爱听的歌，那就是好歌。以后让我们一起多听好歌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白小白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大众听审代表贾浩。我其实就想表达一下，如果真的想跟观众亲切的互动，你就真实的击掌就可以了，不用假惺惺的隔空碰拳什么的啊。你们的拳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贾浩，今天的主题叫音乐听谁的？音乐听谁的？我听李宇春的，你们倒是请啊！之前为了抢李宇春的演唱会花了1280，这次来之前呢，为了听各位老师的歌，也花15块钱充了会员啊。当时这15块钱里边给孙楠哥花了6块，腾格尔老师5块，海泉哥3块，剩下的你们1块吧。之前节目组还问过我说，哎，你除了李宇春的歌，平常还听些其他什么的歌？比方说我说孙燕姿听的。开玩笑啊，腾格尔老师、孙楠我都听，但确实白小白之前确实没听过，我觉得很正常。这就像有人感叹主持界，对吧？新生力量顶不上来，什么何老师啊、撒贝宁啊、汪涵啊都在变老，但从来没有人关注到张绍刚也在变老。他其实是这几个人里边最老。解释一下，可能就是白白胖胖不显老啊。哎呀，终于吐槽到张老师了。张老师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吐槽白月光，还是满月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会儿敬您杯满月酒啊。说一下其他几位老师，胡海泉老师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后面都是吐槽，我有时候就可能不叫老师了，对吧？就显得有点奇怪，你叫老师又吐槽别人什么的，对吧？啊，海泉，海泉哥，一下就怂了。海泉哥听说最近干个人演唱会，门票涨到80，都卖不完。哎，我记得以前你们演唱会是1280都抢不到的，一下就把你的个人价值测出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海泉哥还是适合混组合，对吧？我想给您推荐个前辈南郭先生，听不懂这个梗的朋友适合听白小白的歌。海泉老师，我这个脱口秀演员斗胆想给您指一条路。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叫 F3的组合，正好缺个人。
你可以和缺的那个人组合，组合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哮天犬。下一位白小白，歌很多，听说有500多首，口水歌。你口水挺多呀，500多首，500都没有500多首歌。太烂了这个梗。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呢？是有一次我妈跳完广场舞回来，说：“儿子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宝藏歌手，白小白。”我一听啊，我说妈，这个宝藏就应该买起来。我妈说：“哎，他别人一首歌，我们广场舞跳1年都跳不腻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们得抓紧了，他500多首歌。”你们要跳完得向天再借500年。向天再借500年。下一位孙南哥，我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南哥，每次去 KTV 哦，必须来2遍拯救，先来一版最高音的拯救，然后缺氧被我们拯救。之前真的看节目啊，还听胡海泉泉哥说白小白是孙楠的接班人，哎，我就好奇这个事情，胡海泉你就给定了吗？南哥知道吗？大家知不知道扶苏当太子是秦始皇定的，那也轮不到赵高来定了。这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听不懂这个梗的朋友，再听一下白小白的歌。今天还来了一个知名乐评人梁元，网传梁元老师是成人自考，读的是旅游专业，现在天天说自己是专业乐评人，对各位歌手是指指点点。哎，我真的觉得乐评人是不是把自己位置摆得太高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在我们脱口秀圈就叫写 report 的。哎，我们脱口秀观众 report 写的这么好，都不敢叫自己脱评人啊。还天天说华语乐坛现在缺的是敢说真话的那把锤子，说自己就是那把锤子，这个我认可，因为我是个四川人，你是个锤子。下一位西林奈高，人送外号5字妹妹，对吧？确实好像没有什么代表作，最出圈的音乐好像都是跟别人合唱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前段时间应该是跟范玮琪同台唱了一首《如果的事》，范玮琪在他面前唱不上去，还破音了。当时真的那个情况，范玮琪一开口，观众都在想麦克风坏了。西林奈高一开口，范玮琪心想坏了。你这开口没轻没重的，一点不给同行留面子，你把范玮琪当范伟整呢？下一位者来女，曾经用过的名字有曹雨涵、李翠霞、曹孟菲，现在叫者来女，人送外号15字妹妹。我们都懂，感觉他把名字写一遍就能好评返现了。者来女老师经常喜欢在节目里边飙高音，飙上去了就自己偷笑，飙不上去海泉就偷笑。感觉别人飙高音靠中气，他靠运气啊！我看过一场者来女老师的网上视频演出，她当时每唱一句话就把麦克风递给观众，就在那儿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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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当时现场跟你们一样尬，观众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歌手递麦克风给观众？这个歌手得多火，你得多虎。当时所有观众的表情就跟那个小女孩的表情包一样，我吗？而且你知道台下坐的什么人，你就敢递话筒吗？万一上面坐一个旅游专业的乐评人呢？而且一首歌得多出圈，歌手才敢递麦克风啊，对不对？强如腾格尔老师，也只有一首歌，对不对？敢递麦克风，那就是腾格尔老师的《学猫叫》。腾格尔老师6年前在花甲之年开始学猫叫，内娱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猫叫。真的有一天我在家里听那个喵喵喵喵喵，我妈说春天来了。弹幕上都在说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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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吐槽归吐槽啊，还是希望各位音乐人老师能够好好做音乐，毕竟我花了会员的钱，期待各位老师给到我们真的愿意把绝了打在公屏上的好音乐。如果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好音乐，观众朋友也不用着急啊，我的主打秀贾浩和郭光文2.0正在巡演，欢迎大家来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贾浩。掌声有请魔术新人希林娜一高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现场就是这样子看脱口秀，我的妆到现在已经花的就是我泪流满面。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管理我的表情了，所以可能我换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希林娜一高。今年的春晚那个魔术大家都看了吧？今天吧。我特地准备了一个戒指和一个杯子，我要给大家一个大揭秘。其实变魔术很简单，主要分3步。首先你要专注，专注是 focus。其次你要惊叹，Amazing！ 最后，你只需要问一句：“那戒指怎么取下来啊？”网上都说我的反应太浮夸了哈，其实这个魔术我在看第1遍的时候，我的反应就已经特别大了，我那是一惊一乍的，所以看到第5遍的时候，5惊5乍的。都说我演得太好了，但其实我真的没在演。这个魔术最开始选观众的时候，有好多人一起看，到最后呢，只剩我一个了，因为别人都看出来了，就我没看出来。物竞天择，笨者生存。所以春晚的老师们，明年我还想看。同一个魔术也可以。我们都想看。哦，今年是我连续第4次登上春晚了，非常荣幸。谢谢。但其实上的越多，就越害怕明年续不上。我跟我妈说，哎呀，春晚上了4年了，这个该不会要毕业了吧？
我妈说没事儿，你伯克利7年了也没毕业呢。很多人说这个伯克利的含金量下降了哈，还说我们就是去镀金的，这个伯克利的这金都被我们给镀走的。咋说呢？我是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，哎，再回去毕业，争取把从伯克利身上镀的金，哎，再给它镀回去。Just do it。今天这期的主题是音乐听谁的？你们看看今天的嘉宾阵容：孙楠老师、海泉哥、腾格尔老师，都是音乐界的前辈，听谁的还用说吗？那当然是听梁元老师的了。梁元老师这个人呢，你不听他的，接下来1个小时你就别想听别的了。我是在音综上认识的梁元老师，当时我在想，这不是天赐的声音吗？怎么这儿还有个天堵的声音？哎，别人唱的不好他怼，唱的好他也要怼。梁元老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喜欢音乐啊？我说真的，音综啊，你们不要再折磨他了，这个人对音乐过敏。其实梁元老师的知识储备量挺大的，就跟那个 AI 差不多。我们说一句话，它可以蹦出好多句话，甚至是那种 AI 说不出口的难听话。AI 其实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，对吧？梁元老师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，纯纯的情绪价值。所以 AI 是无法取代梁元老师的，因为 AI 比较像个人。虽然很多人都批评梁元老师，但是今天我在这儿还是想要帮他说一句话。其实他是一个专业扎实、审美清醒、立场独立的优质乐评人，他的那些难听话也是当今华语乐坛宝贵的声音。怎么样，梁元老师，是不是还是夸人比较好听？给您鞠个躬。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这都是 AI 生成的，人说不出来。我之前很少听白小白的歌，但是他跟梁元老师互怼的视频，我那是一个也没落下呀。两个人在有歌里面吵啊吵，一直吵一直吵，我都在想你们在吵什么呀？吵 CP 吗？哎，我感觉那都不叫有歌啊，那是有事儿啊。我真的我都想站出来说，不要吵了，你们不要吵了啦，再吵就不是音综了。我说这儿吧，我说这儿吧，太难了。下去之后凉的更行。海泉老师，我们合作过很多次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，真的很好的前辈。因为每次唱歌的时候，他都会非常大方的把高音部分都让给我。之前有个节目，海泉老师说白小白像孙楠。孙楠老师估计是听到这个传闻啊，怕大家误会，直接暴瘦30斤。哎，网友都说认不出来了，所以白小白才是全网唯一真孙楠。真孙楠，我也能理解哈，为什么节目组明明都已经请了孙楠老师，还要请白小白？可能就是怕孙楠老师中途退场。
背一个，反正也不贵。什么话？有人说我的嗓音有点像腾格尔老师。哇，太多人模仿过了，我现在模仿都已经有点奔腾的骏马，洁白的羊群，像吗？确实我也是烟嗓，就是声音有一点粗。之前在那个女团合唱的时候，我这个声音就怕自己太突兀了，都得夹起来唱。你们能想象一个烟嗓夹着唱歌是什么感觉吗？就跟腾格尔老师唱甜歌一个样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这来女老师，我刚刚模仿腾格尔老师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，这不得把你迷死了。刚刚你说腾格尔是你的王心凌，这确实把我 CPU 给烧了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者来梦女。者来梦女跟我一样，名字很容易被人念错。不过她是因为换了太多名字，我单纯就是名字比较长，经常被人叫啊什么西林高一娜呀，这个伊林娜依高，西林娜依扎，反正各种各样的。但是海泉老师没叫错过，他都叫我西林娜高音，给你。又来了，没完了，都给你。这低音给我。海泉老师就是低调哦 ，low key。很多人说哲兰妮老师野心大于能力，我觉得这个评价就很有问题。首先，野心就得大于能力，能力才有机会匹配得上这个野心。野心要是等于能力的话，这不就是说实话吗？我实话实说，在这个舞台上说实话挺难的，因为大家不欣赏过于谦卑的人，又会加倍审判有野心的人，这个尺度太难拿捏了。说真的，哎，比我当魔术的观众更难。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说自己有野心了，但我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谢娜一哥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进退自如的孙楠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楠。我是歌手。这个有点要退赛的感觉吗？张绍刚老师，你没机会，因为我只选择比较火的节目退。这个小破节目，哇哦，哦，那么今天我们先从上过歌手的人开始吧，因为呢，我对歌手这个节目非常的有感情。海泉拿过歌王，在我心里，他不只是歌王，还是歌手圈里边最会做生意的人。海泉注册的公司可能比他写的歌都多，所以不应该叫他海泉，应该叫他胡总。胡总好。胡总呢，喜欢当主持人，经常嘴瓢，曾经把我是歌手说成了我是洗衣液，可以理解，毕竟是胡总说的嘛，所以是胡说。海泉，你要理解一下，歌王你都拿了，就不要跟我这种普通的歌手计较了。
接下来是腾格尔老师，也上过歌手。听腾哥的歌，你会感觉他特别疼的感觉。我90年代呢就认识腾哥了，那个时候歌唱《天堂》的腾格尔，那真的是顶天立地。而现在唱《恋爱循环》的腾格尔，那是甜心萝莉。所以现在不能叫腾格尔了，应该叫腾够儿。你好，腾够儿，我是孙 boy。腾哥，你现在变成这样，让我们情何以堪？卷得这么厉害，还让我们怎么唱下去？我只能唱。腾格尔，我的天敌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葛莱女也去过歌手，光着脚上台，开口之前那范儿，我心想她一定是一位大神级的歌手。听她唱完才知道，她不只是唱的大神，还是那种会跳的大神。葛莱女自称河西走廊世界音乐歌者，我女儿也喜欢在走廊里唱歌，所以我女儿也可以说是客厅走廊小区音乐歌者了。葛莱女说，因为她是甘肃人，但其实对观众来说，她不光是甘肃人，还是素人。希丽娜一高，非常优秀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。她是硬糖少女303队长，但希林，我必须跟你说一句，硬糖少女没什么稀奇，我们腾格尔可是硬汉少女。希林在青春芒果叶演唱时，好像破音了几次，还上了热搜。其实希林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因为呢，现场出状况特别的正常。我曾经有一次5分钟的歌全部忘词儿了，汗流浃背，我的衣服全湿了，要编新词，整个5分钟，哇，我的歌迷听了之后都懵了。孙楠怎么唱了一首新歌？什么叫做领先时代的歌手，对吧？在我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说唱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 freestyle。接下来，白小白，一位网络流行歌手，说是经常直播卖货，这个我就不太懂了，因为在我那个年代，歌手不用卖货，只用麦克风。后来我搜了一搜，哎，别说，还真听过他的歌，因为听很多朋友说，在婚礼上总能听到他的声音。那首歌叫做《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》。我想啊，有一首能够在婚礼上非常受欢迎的歌，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其实很多呢歌手很难做得到，对，比如像海泉的歌，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。这一听，今天是有人要逃婚呢。还有芷来女老师的那首歌叫做《三界四热》，这一听，感觉孙悟空要大闹婚礼了。白小白在《天赐的声音》里边唱了我的拯救。海泉说小白是我的接班人。本来呢，我就没打算退休。听了这事儿之后啊，我就更不敢退休了。我再更努力20年，好不好？好。看到这么多新生代的歌手，我经常特别感慨哈。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跟腾哥、跟海泉，我们都属于前浪。像希林啊、小白啊，他们属于后浪。
那么梁元呢，是兴风作浪。以前的乐评人都是分析作品，现在的乐评人呢，是锐评歌手本人。在这个时代，管梁元叫乐评人，在我那个时代，管他这种人叫做没有礼貌。音乐人呢，要接受不可能被全世界的人喜欢，但是乐评人也要接受可能被全世界的人讨厌。梁元批评小白，说他走红是因为踩中了风口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考过司炉证，我是一名烧锅炉的工人，我最知道大火就是需要风口。所以小白别难过，虽然你不被梁元这种乐评人认可，但梁元这种乐评人也不被我们这种音乐人认可。还有乐评人说我唱歌爱飙高音，爱炫技，特别油。技术好算油吗？我只是练得多，无他，唯嘴熟耳。你看，卖油翁还是油。我们的这一期的主题是音乐听谁的？我觉得音乐的要听心里的，从心里出发的就能打动人。相比于高音啊、低音，我更在乎走没走心。当然，走心可以，千万别走音。在我看来，最美的情侣和天堂都是走心的作品，就像漫画和油画，油画能让你找到心灵深处的一种诠释。漫画看了之后，你就马上就很开心。有人喜欢油画，有人喜欢漫画，只有梁元喜欢废话。肺腑之话。我相信只要能给听众带来希望和温暖，那这首歌就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如果你问这平淡的人生我拿什么拯救，不管在灯火辉煌的街头，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音乐要把我保佑，要让爱永不休。不好意思，又飙高音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孙楠。